Hello，宝贝们，这一节课我们来讲这个款啊，这种看起来又梦幻，然后里面又层层叠加，这样的效果是怎么做出来的？答案当然是水彩哈。我们给它呈现出来这个感觉的话啊，首先我们都知道水彩所呈现出来的效果是非常通透的，但是我们来看这个款，它明显是里面的颜色是非常实的。那这种效果的话啊，我们需要做的其实就是打底色的不同。以往我们可能会选择大部分的时候都选择颜色会比较通透一点的，那这种的话，如果是做深色系的啊，我们选择透色，它俩会得到一个相得益彰的感觉。那如果说我们想做这样的浅色啊，那与之正好相反，我们的打底色就可以选择实色系的。那这个打底色的话，我选取的是用到了一个牛奶一样的白色。没有用纯白色啊，奶白色的话呢，颜色要更偏黄调一点啊，它的色调会更温柔一点。那整个涂色我们涂刷上这样的牛奶白，底胶的话，老师就不给大家去涂了啊，我们直接从底色这个步骤来开始讲起。首先的话，我的这个是涂到一遍，它的效果就完全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去给它照灯。好，然后照完灯之后的话，我们需要给它涂抹一层磨砂封层，不要包边哦。照灯，其实不难看出来啊，我们整个这个款式的话，它是这种马卡龙的一个配色哈，所以说马卡龙色调的话。咱们这个里面先找一下它的颜色啊，主要用到的都是哪几个？大家可以看到整个颜色当中有发一个什么样色系的部分，有感觉是这样的肤色，还有发粉色，有发紫色，感觉有蓝色，有蓝绿色，对吧？但实际上我只用到了3个颜色去铺色，就是粉色、紫色和蓝色啊，就这3个颜色。然后马卡龙色系的话，我们有教过大家去调色，对吧？整个它这个色调啊，刚才已经给它洗完笔了。会使用到这样的几个。首先的话，先来说粉色。粉色的话，我们用到的就是最常用的一个配色的方法，就是肤色加砖红。这样的一个粉，假如你觉得它不够粉，可以加一点这个粉进去。但我们最开始铺色的时候就是用这个，然后大面积铺色的时候啊，不要忘记把它这样整体这样吸一吸，把整支笔都吸饱了这个颜料啊，这样的一个状态再去铺色。我们的布局的话呢，会是这种三角形布局，但是不要就是说完全太规整啊，把这一个颜色铺刷上去之后。这一边我们可以再稍微它的对角的地方再来一点啊，这个就是为什么，我们整个铺完之后，你会觉得它整个色彩里面会有一个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感觉，就这个里面有一点紫色，然后这里还有一点粉，这里还有一点粉，对吧？就是因为我整个铺刷上去的时候，有在其他的地方啊，不仅仅说很单一的，就这是粉，这是紫，这是蓝啊，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配色，而是我把整个在铺上去的时候。看啊，这儿来一点粉，这儿我可以再来一点粉，对吧？就单一的一个配色的时候，我就有把这种，整个这样给它铺刷进来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是在里面再去加一点点这样的粉啊，可以。然后的话呢，或者说不加也可以，但是就是把我们的颜色再调的更重一点啊。这个时候的话，在这个里面再加入一点点这个元素。把笔横过来啊，它的取水量啊，我们在整甲铺色的时候，老师有给大家去讲过这种取水量。像这样整甲，大面积的运用一个颜色的时候，我们基本上是一个3/4的取水量，也就是把笔完全浸入到这个位置啊，然后拿出来再去到我的色盘当中去调颜色的啊。那我们接下来去调一个紫色出来，紫色的话很简单，对吧？就取这个紫色。
取出来，可以把它和刚才的粉色揉在一起啊，或者说单独取完这个紫色之后，我们再加一点肤色，因为刚才这个颜色明显有点不太够，笔尖轻轻，这个时候往里再去添颜色的过程的话，我们就笔尖轻轻的啊，大概占到1/2的一个量就可以了，再蘸一点肤色进来。揉一点进去，看它这个紫色会呈现出很明显的深浅的一个区分，对吧？那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就单纯的先把这个偏浅一点的紫色先铺进来，这样的话它会有颜色色彩的变化啊。先铺这个紫，然后你觉得颜色，假如说这个时候不小心，我觉得我颜色有点深，怎么办？不要慌，另外一支笔洗干净，洗干净之后，在这个纸巾上正面反面吸2下啊。我们取到一个柔色的方式，把它的颜色啊吸走。因为这个笔当中它是水分含水量是非常少的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第一遍去铺颜色，趁它还没完全干透的时候，你另外一支笔是可以把颜色吸走的。即便颜色已经干透的话，我们另外一支笔也是可以把它的颜色带走一部分的啊，洗掉一部分的，就相当于是。这样的话它的紫色明显就淡下去了很多，对吧？然后这个紫色的话，刚才有人说了，不仅仅是说这里这么铺色这么简单，我们让这个位置可以再充斥一点紫色进来，对吧？然后着重的再去强调一点点颜色啊。另外还是另外一支笔，这个时候我们去稍微揉一下边缘，让它过渡的相对自然一点，然后揉到这种交界线的时候，不要这么去揉，这样去揉的话，它颜色还是往上去打开的，它不能揉成自然。我们要么就是把甲片倒过来啊，如果是穿戴甲制作的话，很容易就倒过来；如果是在真人指甲上制作的话，我们就把笔这样竖起来啊，然后用笔尖不要上下这样去蹭啊，上下这样去蹭，你会反过来把粉色蹭走。我们用笔尖轻轻的这样去给它揉开，轻轻的这样轻轻的小面积的上下左右去挪动它，然后再反过来这样再去揉一下，这样的话它看起来整个纹路是不单调的，而不是说只有在这一个位置就是很明显的一个边界线啊。我们这一边蹭一蹭，这边再蹭一蹭，蹭的时候可以笔锋稍微走一下，它呈现出来就是这种画面打得很开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了啊。那这一边也是一样的，看哪个地方不顺眼，稍微揉一揉颜色进去。笔尖一定要轻轻的去走啊，要不然这个时候你会很容易会把我们的颜色就洗掉了，带掉了，对吧？带出一个发白的一个位置来，因为我们的底色本身就是偏白一点的，对吧？那这个时候的话，再换颜色，换成蓝色，蓝色就跟前2个颜色没关系了啊。这个时候你把蓝色往前2个颜色当中调的话，你就属于是换色了。记不记得我们调色的时候说过，不要超过4个颜色去调，对吧？就是粉调和紫调，它们2个颜色色感是非常接近的，它俩的色相也是很接近的，对吧？但是蓝色的话完全就变换颜色了，你把蓝色也加进去的话，它的那个整个颜色就乱了，就脏了啊。我们调蓝色，蓝色的话我是这样加的啊，就直接还是我们的天蓝。它为什么会呈现出来一个蓝绿色的效果呢？是因为我调出来的马卡龙色调让它有一点点发黄的，加的还是肤色。如果加白的话，那它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不能再单纯的一个天蓝色了。但我加的是肤色，所以它肤色里边本身就带着黄调，对吧？所以说我把它揉进到蓝色当中，它就会变成这样一个蓝绿色。那我想让它蓝色偏重一点的话，我就蓝色的比例多加一点肤色少加一点，对吧？它这个马卡龙的色调就会是这样的，看到吧？那我们先揉一点这个颜色进去啊，然后可以在这儿揉一点上来，然后把笔倒过来蹭一蹭横向的这样颜色蹭一蹭的方式给它揉开，对吧？这样的去揉开，然后这一边也蹭上来一点让它整个不要这么单调，对不对？这样揉一点点进去，然后旁边的话，你看又有衔接线了，又有衔接点了。另外一支笔洗干净，洗干净之后，边缘线轻轻的你可以把它打着圈儿去蹭，也可以这样横向去蹭，轻轻的用笔尖这样带一点点。
啊，这边颜色其实揉的很自然了，基本上就不用动了。你看我颜色就加进去的时候，颜色很自然的。然后这个时候这一支笔我们可以稍微在纸巾上沾一下水，蘸一下，把颜料吸走一部分之后，我去沾这半部分，这半部分有点发青绿色嘛，对吧？青绿色这里啊，这样去揉。其实的话呢，它在于整个这个蓝色我们加进来了，然后你要是觉得我们蓝色不小心，假如说加多了情况下怎么办啊？把最开始的那个粉色加回来一点点啊，或者说直接加点肤色进去，它会有一个变化什么啊？粉色的这个地方跟我的青绿色一结合，它会这个调调啊。它直接会有点变绿，但是不要衔接太多啊，要不然还是脏啊，还是那句话，它会脏。就一丢丢，一点点，就是让我的整个画面看起来，它的色彩是有变化的。啊，如果一旦脏的话，就稍微洗掉一点，用笔尖带一点点水给它洗掉一点点哈。这样去呈现出来效果。也是在这里揉一点肤色进去，但凡你觉得哪个地方颜色特别重的地方，揉一点点肤色进去，给它中和一下啊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就这样吧。它这个背景色会呈现出这种很斑驳的效果啊，不用担心。因为我们的水彩在哑光的一个状态下的话，它就是这样的。然后等到它完全最后呈现出来是一个亮面的封层的时候，它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啊。那我们在画完这层之后等干啊，等它完全干透，等个10秒钟左右，然后我们再去上磨砂封层。这一边也是不要包边，我们要给它进行一个隔断。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它最终出来的效果会是什么样的。你看磨砂上去还没照灯的时候，它不就是亮面的效果嘛，对吧？就是里面蕴含的颜色色彩是非常丰富的。我照一下灯啊，一定要照足时间啊，照个60秒钟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先把需要做这个上面云层的颜色取出来啊。这里面云层我有应用到2个颜色啊，一个是肤色，一个是白色。先把肤色先取出来，用肤色的作为后边的啊，也就是后边的云朵偏通透一点的颜色，让它偏浅一点。因为整个的话，我们的颜色色调就是比较浅的。如果说这种肤色它本身带颜色的这种，它会柔一点、暖一点的颜色，在这个上面的话，它呈现出来的色感就会比较弱一点。看到吗？后面是偏黄一点的，能看出来不？然后前面的这个地方我们再白一点，这样的话它会有更丰富的颜色啊，也同时具有更丰富的层次。那一边是肤色，再取一点白色进来。好，给它揉出来哈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去洗一下笔啊。好，用笔尖啊，这个时候等它干啊，记得我们取渐变色的一个原则嘛，可以等到它干，然后再去进行一个取色。好，它已经干到差不多，然后我们用笔尖啊，轻轻的到水当中，这样点一下就可以了。先去取肤色的部分，白色可能取的有点少了，一会儿我们再取。先去取肤色的部分啊，用笔尖揉色。然后这个的话，我们可以在这边去画啊，这边看它颜色，这个时候水分是偏多一点的，其实。然后的话，如果说觉得颜色太浅了，可以把水分稍微吸走一点，再去揉一点点颜色啊。那我们在刚才的这个基础上，再来一笔，再去取一点。这样的话，水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，取的颜色越多，它颜色肯定就越重。
云朵的层数可以多一点啊。我们可以是这半边再来。等它干了之后再去叠加下一层啊。像我们这种干的速度特别快的啊，可能紧接着就去压下一层了。你观察一下上面的这个水痕，观察一下上面的这个反光点。基本上肤色做到这儿就可以了。最下面可以再画一个啊，但我们可以等到它干，就等底下的话地方可以给它画一个白色的啊。可以画一个这样连接的感觉。好，再取点白色。OK， 洗一下笔啊，擦一下，笔尖轻轻的啊。我看有的时候在这个杯子当中的内壁会有这样的小水滴啊，有这样小水滴咱们可以利用一下啊，直接点一下，就这个水分就完全就够用了啊，就是这么少。然后在边缘这个位置，因为我们取的时候那个笔相对于水分就没有太多，而且我蘸的次数很多啊，就这个颜料是比较浓的，所以说它干的速度你可以看到啊，边缘这个位置轻轻蘸一下下就可以了，蘸一下，看一下它这个白色的程度，刚刚好啊，水分含量也刚刚好。这样添加上来。这样的话，其实一边抖着笔一边去画的时候，它在云朵里面会有一种颗粒感啊，就是有一点点颗粒状。这样的话，其实更能体现出云层的云雾效果，就是里面一团一团的像棉花一样的那种感觉啊。当然，我们不要把边缘蹭出这种毛刺的感觉，这是两种性质啊。我们是要在一个色块当中不断的这样去揉去蹭，但是跟我们边缘那种不整齐呀、有毛边啊那样的感觉效果是不太一样的。感觉笔有点点发干的话，再蘸一点点清水，然后可以是到纸巾上面吸走一下下水分啊。这样的话，笔尖会保持一个相对比较潮湿的状态。然后我们可以再去蘸颜色，再去上面画两笔。这一边好像有点画大了啊，收回来一点，收回来一点啊！不知不觉差点画的有点跑偏。这样的一个感觉啊，边缘可以稍微蹭下去一点点，这样的效果。然后可以在笔尖蘸一点点水，再去揉白色。
这种就是显得它是非常有层次的，一层套一层的感觉。好，卸下笔，再蘸一下刚才的肤色，再来一点。这种就层次感会特别强啊，不同的颜色叠加在一起的话，这种效果的话也可以去尝试，呈现出来的感觉还挺好看的，是不是？就显得它这个很梦幻，然后色彩又很丰富啊。一到底下这个地方收笔的时候，就要抬一下笔啊，一定要注意一下，就是一边压笔的同时，然后我们把笔轻轻就这样抬起来，然后再去可以返回到这个当中。你要觉得颜色色彩有点不足的话，返回到这个里面，轻轻的就是用笔尖一点点的位置去画啊，然后基本上这个程度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可以在里面去给它找一点氛围感啊。其实这个氛围感可以怎么做啊？我们可以用弹色的方式去做。弹色的话，我们就需要一支有一点白色吧，还是白色进去好一点哈。首先的话呢，就是我们要把这支笔完全浸满水哈，去弹色，完全浸满水之后，把这个里面都压进到这支笔当中去啊，把里面的水分，然后隔一下，隔断一下啊，然后再去放到甲面上，这个时候再给大家看一下。含水量一定是要掌握好啊，掌握不好，大家一开始操作这个动作的时候可以隔断一下磨砂封层啥的，万一操作不得当，还得破坏你底下的那层好不容易画出来的，是不是？高一点，低一点，高一点，低一点 ，OK， 看看效果，还行，还可以。用不用再密一点呢？好像不需要了哈，就这样就 OK， 完事儿了。那我们去把它抛一下啊，用海绵搓，海绵搓的粗面啊，两侧前端，穿戴甲操作的话，后缘也要带一下。干净的棉片或者是这样的粉尘刷，扫一下浮灰。底胶去包，记得包边啊。好，照灯60秒。然后照好灯以后的话啊，大家如果说是手里的灯实在是比较慢，这样的情况下不敢直接把底胶涂完上去直接擦浮胶的话，这样你可以在这个上面涂个加固啊。有的时候宝贝们底胶可能涂的太薄，或者说照灯时间不够，就会造成一种现象，就是你把上面浮胶一擦，底下水彩颜色也带掉了，对吧？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可以薄薄的刷个留平啊，加固啊，或者再刷一遍底胶啊，再刷一遍底胶也可以，因为底胶毕竟还是比较薄的嘛，对吧？再去照个30秒左右就可以了。基本上完事儿之后，我们去给它画一下那种流星雨的感觉啊，就找出咱们最细的笔就可以了。最细的笔，然后把这个彩绘胶，我就抹了一点点啊，在这个调色盘上面，因为我们也只需要一点点而已。照好灯，把表面浮胶擦一下啊。这回你就怎么擦浮胶都不怕了，对吧？取一点点啊，就笔尖这个位置沾一点点彩绘胶就可以。
然后把这个流星雨是这样倒着画的啊。就比如说，我们要给它一个倾斜的角度，这个地方撇一下，然后往上抬一笔，抬一下笔，再来啊。取色的时候，你看可以这样顺着这样去把颜色拖拽出来，这种感觉。这样的话，它避免笔尖会有胶珠停留啊，不要有胶珠。然后画上去的话，它始终是一个走向，就不要说这儿往这儿撇也有，往这儿撇也有啊，它是往一个方向这样倾斜的。然后有的线条可以画的长一点，有的线条短一点，对。基本上可以了啊，然后我们再画一点点闪闪的小星星。小星星的话也是啊，荡一下胶，不要让它这个笔尖有胶珠。然后我们画一个小十字就可以啊，这样小小的一个小十字，这样画一个，这样去画一个。很小的啊，这边这样去，可以了，照灯。好啦，完成之后啊，我们来给它整体去封层、包边。好，这个最后只要2分钟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最终完成的效果啊。刚才这个它俩可以说是组合成一套哈，呈现这样的一个款式，整个天空的一个变换感，对吧？那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结束喽，拜拜啦，宝贝们。